大家好，我是洛克。我最近呢在看一些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些网红跟房仲在聊最近的房价跟趋势，都说目前是买方市场，房价有在回档做修正，可能回档个5%到10%不等的。但是我实际到附近的一些代销中心看案子的时候，怎么感觉听到的跟看到的不太一样？虽然感觉得出来房市确实是有比较冷却了，没错，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前2年的房市真的是热过头了，常常建商开卖预售屋的时候就已经销售一空了，哪还轮得到那些想等盖好后再来买房的人？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开始有建商盖好后都还没有完销的建案产生，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卖房的广告，都会点进去留下个人的基本资料，所以常常会接到请我去看房的电话，这是我前2年几乎没发生过的事。但是为什么房价还是居高不下呢？又要用什么方法买房呢？那请各位朋友一定要将影片看到最后，我将会提供一些最新的资讯，而且无私的与你分享。就在前阵子的时候，我慢慢发现这些盖好的新成屋渐渐的开始成交了，我心里就在想着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现象的？政府不是在打房吗？天天喊着居住正义，还要盖社会住宅，怎么房市却开始在回温了呢？以台南市中心这个区域的实价登录，只要是刚盖好的新成屋价格，平均都已经来到单价30万以上了。就以2+1房贷车位来计算，随随便便都是1000万以上的物件。难道大家的口袋都这么深吗？还是每个买房的年轻人背后都有钱的爸妈赞助呢？因为最新的打房政策，不就是买第2间房子的时候，房贷上限只能贷70%而已吗？而且因为这2年的房价快速的飙涨，飙涨到租金已经跟不上房价了。简单来说，就是买房投资出租，自己还要从口袋掏钱出来，补贴每个月需要的房贷金额。虽然房客的租金一定会大于房贷本金，本质上还是获利的状态，但是假设一间物件需要你多掏出5000块补贴房贷，一间物件是还可以撑，但是如果扩张到10间呢？每个月就需要多拿出5万块出来补贴房贷。如果是资金不足的投资者，这样子的现金流有可能就会面临转不过来而卡死自己。所以买房投资出租，一定要先调查好附近的租金行情、跟房贷还款金额，还有像是一些管理费、停车费、房屋税、地价税、网路费等等的费用。如果出租的金额能够全额负担这些费用的话，那么这个物件绝对会是你的金鸡母。我没上车啊！以上说的这些举例，在2、3年前确实还可以找到这种投资的出租物件，不过以现在来看，已经是不太可能了。于是我就在网络上找了一些房贷资讯，原来最近买气回温，是因为新上路的青年安心成家购物贷款，可以算是青年首购的2.0版本。里面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房贷年限增加为40年，宽限期增加为5年。这我不得不说，这根本就是买房利器。不过需要的条件是自己名下、配偶还有子女名下都没有持有不动产，才有符合申请条件。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朋友们，可以自己上网爬文一下。而且各位朋友应该都知道，只要过户后申请完自用住宅，并且把户籍迁入，接着只要持有6年，就可以享有400万的免税额。意思就是说，只要卖出后获利的价差不超过400万的话，就不需缴税。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还没买房置产的话，一定要趁这一波的青安房贷买房，不管是自住或是投资，我相信从买房开始，一定会开始改变你的人生。有句话说得很好，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但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如果你想要学习以上这些方法与技巧，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帮自己点个赞，帮这部影片点个赞。那你看到最后，如果觉得这个投资方式是对自己有用的，那我真心的祝福你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帮助要成功的人，而不是想成功的人，因为要成功跟想成功，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行动力。如果你以后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样，跟我的想法做连结，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好了，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吧。那怎么估算租金行情呢？其实很简单，假设我想要买这个市政阿曼的建案作为投资出租，第一步呢就是上591网站，选择租屋，
先看一下你想出租的物件在同一栋有没有其他人也在出租，然后看一下他们所开出的租金是多少。以2+1房含车位大约35平来说，目前开出的租金是35000到39000之间。再来第二步就是去看一下已经成交出租出去的物件租金落在多少，在这边可以看到大约是落在32000到33000之间。我自己的话会参考比较低的租金来当之后出租的低标。再来第三步就是点进去看一下出租出去的物件内部装潢到什么程度。装潢的部分其实就蛮看个人感觉的，如果你的物件想要出租一样或是更高的租金，那势必装潢的等级就不能落后于其他对手。再来也可以参考其他对手的出租条件，像是这个物件虽然是以32800块出租出去，不过它所提供的室内设备并没有很完全，还有就是租金内有没有包含其他费用，这些都需要纳入考虑。交叉比对后取得一个可以出租的金额，然后这个出租金额建议是能帮你缴清所有费用就好，当然也不能偏离行情太多，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再拿出任何1毛钱。千万不要想着说每个月的租金还能多出几千块的现金流，因为在没有宽限期的条件下，能做到支出与租金打平，那这个物件就已经是能帮你生蛋的金鸡母了。为什么说支出与租金打平就是只金鸡母了呢？各位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2024年先投资还是先买房，里面有比较完整的解说。再来出租房子其实是拼速度的，因为只要空屋1个月没有出租出去，摆在那边喂蚊子，你就必须自掏腰包缴房贷，这样的话就会降低你持有这间房子的利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房贷29000块来说，房客会帮你偿还的本金大约是13000块，1年下来会是15万左右的获利。所以不要因为想着要多赚一点租金，而把租金提高导致租不出去，我个人是比较不建议这种做法的。正所谓知识的落差，就是财富的落差。投资自身永远比投资任何标的更重要，因为学到了就永远是你的，别人想抢也抢不走。各位朋友可以观察看看那些试图阻止你改变的人，观察一下他们的财富状况。如果他们并不富裕，那他们说出的一些话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各位朋友都知道房地产可以对抗通膨嘛，所以我们都要换个思维，应该是要买房存钱，而不是存钱买房，因为存钱的速度真的是追不上房子涨价的幅度。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状况，那就只能选择参与这场游戏了。不过也确实没有任何标的可以赢过房地产这个选项的，不仅安全，还看得到、摸得到，所以希望大家怎么样都要先搞个一间房子来当猪公存钱，才不会一直后悔当初怎么没有买房。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政府每次的打房政策，对于一些专业级的投资客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甚至可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反倒是让一些真的有自住需求或是换屋需求的民众变得更难买房一些，还有一些说房价会下跌，想再等看看的朋友们，我真心的希望可以认清楚现状，因为政府左手说要打房，右手却推出了青安房贷。说真的，这个政策确实可以让民众减轻每个月房贷的压力，但是它的副作用也会让房价维持在相对的高点，甚至还会慢慢的上涨。各位朋友也不要嘴房价飙涨都是因为投资客的关系，因为投资客跟自住客的比例相对是少很多的，而且对于投资客来说，他买入的成本够低，然后卖在这个区域的行情就好，甚至还有可能便宜行情一点点。各位朋友不要说不可能啊，只是你没有时刻的注意这个区域的行情变化而已，所以房价会越来越高。除了大环境的因素外，其实有蛮大一部分是因为自住客卖房的缘故。像是我家是住电梯大楼的物件，这个社区的平均行情单价大约是1坪18万左右，然后我的邻居刚好最近要卖掉房子，想搬到别的地方住，我就上591查看一下他的开价是多少，他所开出的单价是1坪24万，我简直是吓坏了，而且因为人还住在里面的缘故，所以屋况完全是没有整理过的样子，这个还是其中之一而已。因为我3不5时都会看一下我们社区有谁在卖房，算是更新一下最新行情吧，所以知道大部分自住的人卖房都会开出高于行情太多的价格，对于自己所持有的物件有过多的期待，期待单价可以创新高，
所以通常会看到某些物件都卖很久，卖到都烂掉了，表示这个物件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了新鲜感。因为房子出现在市场上是有所谓的有效期限的，这个有效期限大约是6个月左右，只要过了有效期限后，这个物件就很难卖得动了。除非开价调降了很多，重新吸引到一些买方的眼光。好了，今天的影片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3晚上9点，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房地产投资、股票投资，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各位朋友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礼拜3见咯，拜。